宴席开始，万和亭总觉得穗穗有点安静的不像话，拿着鸡腿一边啃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太子，嘴里不知道哼唧着什么。出于好奇，他侧过身子，竖起耳朵听。喝吧喝吧，你就好好喝吧，灌死你灌死你灌死你，感动我的小钱钱，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哼哼哼哼。稚嫩的小脸却笑得高深莫测。和亭啊，老万家这么多孩子，我最喜欢的就是穗穗了。以后有了穗穗，你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不然我第一个不放过你啊！这儿明白。就回了个话的功夫，一转眼，穗穗居然跟苍狼一起不见了。花园外头，苍狼和穗穗窃窃私语：小郡主，这可是长公主府，属下知道您是个有勇有谋的大人物，但是今天可不行胡来啊！去！你既然都知道本座是个有勇有谋的大人物，那你就该乖乖的听大人物的，不要说那些废话了。放眼天下，还没有我万岁岁不敢去的地方，更没有我万岁岁不敢做的事情。是。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把本座抱起来，去找一找太子在哪里？好嘞。太子殿下应该是喝多了去茅厕了吧？咱们要不等会儿？要的就是这个时候。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吗？脆弱？受伤的时候呗。切，不，人有三急，当然是如厕的时候最脆弱呀。所以你想干嘛？少废话，赶紧抱着本座过去。我感觉我已经够没底线了，没想到小郡主比我还没底线。下三滥的手段我见多了，可小郡主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下三滥。你不乐意是吗？主要是他茅厕的。那好吧，那我不勉强你。小郡主真是深明大义啊！咱君子报仇10年不。快来人啦！这里有人偷小孩。你干嘛？你别害我呀！你小心把人招来你。不对，我这个太子，我这一直算了，都已经上贼船了，还怕贼扬帆呢？陷害就陷害吧，上茅厕的时候陷害，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他就算再生气，还能跟个3岁小孩置气。就这么决定了。行，我带你去，行了吧？怕了你了。茅厕在那边，把鼻子捏紧了。哇，飞檐走壁真是太厉害了，我一定要学会。苍狼，轻功学起来复杂吗？小郡主想学啊？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学轻功的话，首先得控制体重，控制饮食，因为太重的话……行了，我突然觉得我这颗大脑还是更适合运筹帷幄。嘘，太子就在那边，他喝了不少，这会儿反应应该比较迟钝。穗穗定睛看去，顿时精神一振。苍狼，就是现在。你确定吗？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瞄准一点。好吧。苍狼无奈地闭眼，抬手射出一枚飞镖，精准地射入室内。是谁？刚解完腰带的太子急忙闪身，不料飞镖直击共筒，随着一声巨响，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好臭！苍狼，快喊人！有刺客，保护太子！嗖，又是几只飞镖。太子脚下一滑，一头扎进了共筒里。与此同时，小厮也推门而入。太子殿下，您没事吧？目瞪口呆看着衣衫不整、把头埋在粪桶中的太子，大脑一片空白。太子，您这是在用餐？奴才该死！您慢用，奴才什么都没看见。完蛋了！我看到太子吃屎了！我不管，这个秘密不能让我一个人扛。太子，救救太子！侍卫们闻声赶来，看到这一幕也惊呆了，又恶心又害怕。苍狼，你太棒了！你这个人真的是，好恶心啊！急，我就当你是夸我了，快走吧。带着穗穗一个纵步离去。让你抢我的小钱钱，所有敢跟本座作对的人都是这个下场。苍狼的表情一言难尽，
想象中的报复是充满血雨腥风的，实际上的报复却充满了屎与尿风。苍狼，你真厉害，不光轻功一流，暗器也一绝，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呀！呵呵，有你也是我的福气。无语中的苍狼突然想到什么，对了，这个我在王爷的手下里只能算武功一般的，也就比太子强了那么一丁点儿。王府里综合实力最强的还得是王爷，单项的话呢，烛龙轻功天下第一，毕方剑术高超，白泽力大无穷，还有八蛇的棍术堪称一绝。烛龙、毕方、白泽、八蛇，我记住了。弟兄们对不住了，这种屎尿屁的活儿可不能光我一个人干。太子在茅厕里的消息隐蔽而又非常迅速地在宾客间流传开来。听说了吗？太子刚刚被人发现在茅厕里抱着个贡桶。他们都这么说，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说太子在茅厕里吃大粪呢。我刚刚听说太子在茅厕里抱着一个贡桶，一边吃一边洗澡，好恶心啊！我也听说了，说太子在茅厕里大快朵颐，那头上、衣服上、身上全都是大粪呢，还吃得津津有味的。万鹤亭得知时，直觉扭头看了眼穗穗，那副得意洋洋的表情告诉他，太子吃大粪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正是自己的宝贝女儿。警告的目光扫过苍狼，最终落在李太傅他的宿敌身上，走向这位德高望重的太傅。王爷有何指教啊？本王想请太傅为小女启蒙。不过是启蒙老师罢了，翰林院任何一位大人都可以胜任。启蒙老师不可小看，须是品德高尚、仁厚正直之人。无论品德还是才学，满朝文武中无人能及李太傅。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黄鼠狼给几百年，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万鹤亭想了想，又挤出一丝微笑。不苟言笑的锦衣王笑起来跟穗穗的歌声相比不相上下。李太傅赶紧后退一步，你有话直说。本王希望他正直善良。一个3岁孩童，何至于劳烦我亲自教导，还说要把他教成一个正直的人？锦衣王这到底是想干什么？他看向了穗穗的席位，这想必就是那位郡主了吧？看穗穗埋头苦吃的样子，吃就知道吃，一看就不大聪明，这蠢的卦象的样儿，走不了万鹤亭的老路。本王不会亏待太傅，这个数怎么样？老夫我向来视金钱如粪土。那这个数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老夫公务繁忙，实在无暇分身呐。不劳太傅多费心，每日教导半个时辰即可。半个时辰，这时间倒是有，只是这半个时辰他能教出什么呀？万鹤亭笑而不语。穗穗的品行做派，他瞧了都想劝他向善，更何况是一向好为人师的太傅。这个只是……太傅高风亮节，德高望重，小女若得太傅教导，是他一生之幸。万鹤亭啊，万鹤亭，你小子也有今天。还记不记得你当初是怎么骂本官伪善的？从今天起，赚着你的钱，教着你的娃，你还得对我低三下四。万鹤亭面对宿敌，首次表现出了和颜悦色。毕竟这个小麻烦总算丢出去了，能学好最好，学不好也没关系，起码能把那个姓李的气个半死，反正不亏。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很快便商定了授课时间。万鹤亭如释重负，回到座位。李太夫的同僚见状，好心提醒：李太傅，这锦衣王可不是一般人啊，这昭华郡主都把他折腾得来求您教导了，怕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吧？无妨无妨，
这个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至于昭华郡主嘛，老夫看他就挺好啊，我还就不信了。皇子皇孙我都能给他管得服服帖帖的，还怕他一个3岁？说了，他都这样了，这太子之位能不能坐稳还两说呢。就是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他能都灭口呀？那哥这意思是锦衣王还有望？嘘，小声点儿。苍狼听着众人的窃窃私语，心里竟对穗穗生出几分福气。不愧是我家小主子，一泡大粪就能让太子的口碑急转直下。一转头看穗穗津津有味地啃着鸡腿，更佩服了。天哪，目睹了太子在茅房里大快朵颐，正常人能喝口水都算心理素质过硬了，小郡主居然还能吃得这么香啊！真不愧是我主子。那个猴到了，属下这就去引他过来。爹爹，我想喝牛乳茶。给，慢点喝。哎呀，我不小心手滑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赶紧去换衣服吧。万鹤亭无语，临走前警告穗穗：你听好了，别搞事情，无规矩不成方圆。知道了，不妨，你赶紧去换吧。苍狼，看好他。万鹤亭刚走，一道声音突然传了进来：这位便是昭华郡主啊，这就那个猴。长得还人模狗样的。听闻郡主长于乡野，不懂规矩，况且这锦衣王的女儿行为粗鄙野蛮，倒也是情理之中，毕竟家风如此啊。说起家风，还是你们宁远侯府欠钱不还的家风更出彩一些啊。笑话，我宁远侯府家大业大，岂会欠人银两？郡主莫不是听了谣言，侯府勋贵底蕴深厚，怎会做这等掉价的事？乡野丫头见识短，估摸是锦衣王对我心生不满，故意在个小娃娃面前抹黑吧。毕竟你爹爹隔3差5就要跟我打一场，为的是什么？司马昭之心，众人皆知啊。可惜啊，这有些事情他强求不来呀。这个道理你爹不明白，你自然也不明白。天哪，锦衣王这个恋爱脑居然跟一个小孩子也说这些话。是啊，还在这么小的孩子面前抹黑人家宁远侯。别说了，这些事情在咱们大业早已不是新闻了。就是第一天认识他呀。哎呀，原来你家很有钱呀，那你为什么要让你媳妇儿天天跟我爹爹要钱呢？常言道，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咱们大业是饿着你了吗？还宁远侯呢，过得跟个乞丐一样。你放肆！呆猪出不了好笋，屁大点的娃娃竟敢凭空污蔑命妇，论罪当处以杖刑。苍狼立刻上前护住。宁远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贵夫人早已被褫夺诰命，如今算不得命妇。再者，郡主是圣上亲封的昭华郡主，郡主乃君，你是臣，君臣有别，纵使再没规矩，也轮不到你来责罚。不错，果然是只有这样的属下才能衬托出本座的气质。随后从怀里掏出个账本塞给苍狼。苍狼，从这里到这里给我念，不把他脸打得桃花开，他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得嘞，好紧张，好激动。端昌17年7月，送宁远侯夫人红珊瑚手串1对，黄金头面4套，外加银票3000两。端昌17年6月，送香云锦20匹，骡子带2壶，南洋东珠1盒，银票4000两。同年5月，送布庄1座。够了，别念了！我夫人一身傲骨，岂会要你们锦衣王府的脏东西？
再敢污蔑一个字，本侯便去告御状，让圣上裁断。怎么啦？你破防啦？你急眼啦？想告到御前没问题，我比你还想告呢。走，咱们现在就去。你怎么不走啦？不会是心虚了吧？要饭的经常见，一边要饭一边理直气壮的，我是头一次见。赵子昂指尖捏得发白，眼神像要吃人。苍狼连忙把穗穗护在身后，却被他小手一扒拉怼到旁边。你先让开，今天这个猴脸我撕定了，撕不烂的话我就不信1个万了，改信2个万算了。您腰间这串红珊瑚是您夫人送的吧？我没记错的话，这该是我们王府的东西。赵子昂像被踩了尾巴一样急声反驳：你一派胡言！青青那般清雅孤傲的女子，怎么可能要万鹤亭的东西？是吗？这珊瑚串可是蓬莱国进贡的宝贝，那上面还有蓬莱国的标记呢。这可是皇室记录在册的，统共2串，一串在我们王爷这里，一串随陈皇后进了皇陵，后来2国交战停了往来，所以您腰间这串，您2口子是盗墓了还是通敌了？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宁远侯清清白白，怎么可能去干盗皇陵、通敌叛国这种勾当？那您这是承认了？盗皇陵通敌随便拎出来都是株连九族的大罪，承认吧丢人，不承认吧丢命。赵子昂下意识地捂住腰间的珊瑚，额头上布满细细密密的汗珠。还有您城东的彩云布庄，原先叫长庚布行，那也是我们锦衣王府的产业。您要是不信，刚好今儿严监事也来了，咱就让严监事做个证。怎么还有我的事呢？我一个9品小官，早知道我就不来了。那个，没错，城东那个布行以前确实是锦衣王府的产业，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转到宁远侯夫人名下了。在场众人的眼神变得耐人寻味。严监事啊，这么大的瓜，你不叫我们吃啊？完了，本来是来结交达官显贵的，这下好了，一下得罪2个达官显贵。这柳青青素来以孤傲清高闻名，他还到处宣扬锦衣王对他心怀不轨，说自己不愿跟锦衣王往来，可私底下竟然收人家那么多贵重的礼物，连皇家登记在册的宝贝都敢收。这不光不要脸，这还不要命呢。赵子昂脸色铁青，出身贵胄的他这辈子都没这样丢过人，可眼下人证物证俱在，他连一点反驳的力气都没有。穗穗挑事儿自不嫌事儿大。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还有更意外的哟！你知道你媳妇儿为啥迟多告命了吗？因为她想见我父王，然后我父王就不想见她，然后她就恼羞成怒，还在府满楼仗势欺人，还惹了黎尚书。哦，对了，后来她不是没告命了吗？然后就派人3番5次找我父王，让我父王跟皇祖父求情，把他的告命弄回来呢。这不是挑拨的锦衣王抗旨吗？什么孤傲，什么冷清，背地里竟然干这样的肮脏事儿。穗穗拉长耳朵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非常满意。我父王实在被缠得不行了，可那也总不能抗旨呀，所以就帮他又是赔银子，又是送礼物，又是施粥，把人都麻烦死了。这事儿我听过。对，我也听说过，我还以为是柳青青做的呢，没曾想是锦衣王干的。赵子昂其实猜到是万鹤亭做的，他甚至有些得意。锦衣王深爱的女人日夜待在他的身边，锦衣王绞尽脑汁，不光得不到柳青青，还能免费给宁远侯府赚名声，可谓是两全其美。但他万万没料到，锦衣王府竟多了穗穗这么个不省油的灯。嗨，其实吧，那些东西虽然都是你媳妇儿没皮没脸要去的，但是呢，我父王也压根儿没指望他还，连者才不是嗟来之食呢。你们又不是连者，那就当施舍给你们了呗。就我今天来吧，
也不是非要跟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回来。他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我就是想说，我父王以后他得养我呀，这养孩子可费钱了。我父王还说，女娃娃那得富着养，娇着养，剩不出来那么多的钱养你媳妇儿了。你能不能跟你媳妇儿说一下，让她不要让我父王养了呀？赵子昂被穗穗的连环攻击打得心口发紧，突然他身边的一位公子出来为柳青青辩护：一派胡言，定是景义王求而不得，教你这个3岁娃娃来污蔑高洁的侯夫人。你说什么？看你也不像个傻的，本座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苍狼眼神冷冷地看着那公子，那公子被看得心头发怵，脸色发白。李尚书，还请您出来做个证，当初替宁远侯夫人赔礼道歉的，究竟是宁远侯还是景义王？李尚书，原来这个小胡子老头就是李尚书。哼哼哼哼哼。黎尚书本不想掺和他们之间的争斗，可直觉告诉他，这个昭华郡主可不简单。思量再三后，景义王府确实对老夫有赔礼道歉之行为。怪不得呢，果然太无耻了，不光靠人家养着，还让人家给擦屁股，还宁远侯夫人，我呸！周围的目光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一刀一刀的如凌迟一般，把赵子昂的尊严与骄傲剜得一干二净。他再也待不下去了，匆匆离开。太过分了！好你个景义王，你不过就是我宁远侯府的一条狗，如今竟敢来咬主神了！既如此，我也不用留着你了。有位官员悄悄碰了碰李太傅的胳膊，朝那一脸邪魅的小郡主努了努嘴。这就是你说的乖孩子。李太傅知道他话里有话，可木已成舟，自己选的徒弟再怎么惊讶，面子上也得撑着。对啊，小小年纪，一身正气，智勇双全，一心只为帮父亲洗刷冤情。这点点滴滴都说明了一件事情：昭华郡主她善呐。古有提营救父，今有昭华洗冤，这样的徒弟简直就是难能可贵呀！越说越激动，说着说着把自己也说服了。如此优秀的孩子，再加上本官的悉心教导，日后必定名垂青史。刚折回来的万鹤亭刚好听到他最后这句话，顿时陷入沉默。虽然本王不大认同，但是挺好的。对，就这么宣传他。什么情况？都看着我做什么？穗穗的野心暴露了，还是他又当众唱歌了？不过是换了套衣服，众人看他的眼神就充满了同情。刚从敌国忽悠过来2座城池的老狐狸杜大人悠悠道：唉，老夫一生自诩纵横捭阖，如今看来还是太年轻了。在场的贪官们也纷纷传来此起彼伏的叹息。咱真是太单纯了，年轻，没什么经验，很傻很天真呐。等万和亭走到穗穗跟前，一路听来的叹息早让他头皮发麻。中书令上前道：景义王殿下，哎呀，您这些年真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呐，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不理解，还能保持如此高洁纯良的性情，老臣先前真是错怪你了。您简直就是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白莲花呐！万鹤亭一头雾水，世人不是骂他残暴嗜杀，便是咒他荒淫无度，这倒是第一次听有人拿他比作莲花。中书令本是端昌帝心腹，自小看万鹤亭长大，原先也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如今知过往种种竟是误会，心里更是多了几分自责与心疼。万鹤亭面无表情地看向穗穗：你做什么了？穗穗乐呵呵地听着众人的议论：还得是我，轻轻松松就给我那便宜爹洗白白了。不对，我不是反派来的吗？反派洗那么白做什么？
见穗穗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没有理他，万鹤亭又看向苍狼。哎，宁远侯那人你也知道，那他就那样啊，咱小郡主就稍微给了他一点点教训罢了，一点点儿。宁远侯府里，柳青青端坐在凉亭里，慢条斯理的喝茶，举止间透着优雅。一个丫鬟正跪着，照着她的笔记临摹佛经。小红上前为她续了杯茶，笑着奉承：“夫人，这可是您最爱的庐山云雾，是锦衣王府上个月特意送来的，奴婢光闻着都觉得，香气扑鼻。”切，不是好的，他敢往过来送吗？我借他俩胆子，他也不敢送我不好的。那是自然，您撅撅嘴，锦衣王都心疼不已，哪舍得让您喝不好的茶？可是最近，他好像不听我的了。往日我只要有所吩咐，他便鞍前马后无所不从，可这次他竟连违抗圣旨都不敢，只是在那里施粥有什么用啊？而且，他都好几日没来看我了。换做以前，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万鹤亭，你怎么舍得这么对我？会不会是因为涂月明生的那个小野种？不可能，他涂月明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相提并论？一个贱民，生下的孽种也是贱民。就算是进了锦衣王府，万鹤亭也断不可能正眼瞧他一眼，更不会戒掉对我的痴情。万鹤亭此生唯一最爱的孩子，只能是我的安安。万鹤亭有个失散多年的女儿，这事早已传遍了昭邺城，但老百姓们只当这是他早年的风流债，极少有人知道穗穗的真实来历，唯有柳青青清楚。万鹤亭本不好女色，那些风流名声不过是在他的暗示下刻意抹黑而已。万鹤亭只碰过一个女人，就是4年前他捡来的那个平民女子涂月明。小红想起那日穗穗的模样，心头莫名有些发慌。可那个穗穗，她本不该活在世上的。住口！奴婢知罪。柳青青眼神一沉，正欲训斥，却见赵子昂脸色阴沉地走来。夫君，你怎么回来的这般快？是那万鹤亭又找你麻烦了不成？哎，都怪我。前些日子他约我出门，我没有理他，可是他总是对我穷追不舍，死缠烂打的，我实在甩不掉。夫君，你只当他不存在便是。嘴上虽这样说，但心中却得意得很。他知道赵子昂喜欢自己的，可他也知道这个时代男人3妻4妾是常态，只有让赵子昂时刻存有危机感，才能让他更加的珍惜自己。万鹤亭的这份爱刚好用来拿捏赵子昂。唉，两个如此出众的男人，为了我一个弱女子，整日的争风吃醋，斗来斗去，连太子表哥都对我格外疼爱，友达之上，恋人未满。唉，我这个样子多招人羡慕嫉妒恨呐！这昭邺城的贵妇千金们该恨死我了吧？唇边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正欲再添油加醋，挑起赵子昂的敌意和危机感。你确定是他约的你？明明是你主动约的他吧？什么情况？难道说这怎么会？这怎么办？若不是你惹我生气，我怎么会去约他？你在外头有红颜知己，我交个朋友都不行吗？交朋友？交什么朋友？送钱、送珠宝、送铺子的朋友吗？啊！这，他怎么知道的？万鹤亭不可能告诉他的，这一定是他的猜错。夫君，你岂能污我清白？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什么样的人你最是知道。我柳青青一身傲骨，你侯府的一针一线我都不屑沾染，怎会贪图旁人的污秽之物？赵子昂，我嫁你为妻，你竟这样羞辱我！说着说着，把自己也感动了，眼眶泛红，泪声俱下，一脸委屈，满脸怨气地与他对视。
那份清冷孤傲一如往昔。赵子昂有些恍惚，这是他倾心爱慕的女子，是他朝夕相处的发妻，难道他要轻信外人之言，冤枉自己的妻子吗？可今日公主府证据确凿，又让人无法辩驳，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总之，这珊瑚串你自己留着，遇刺的东西也敢伸手要，你自个儿不要命，别连累整个侯府。赵子昂甩下这话离开后，柳青青满脸错愕。御赐？什么御赐之物？夫人，这珊瑚串好像是锦衣王送您的，说不定就是圣上赏给锦衣王的物件。什么御赐不御赐的？他既送给我，我就有处置的权利。再说了，万和亭的就是我的，我拿自己的东西送夫君有什么不对？对，主子，您当然是对的。行了，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立刻出去打听打听，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是，奴婢这就去。半刻钟的功夫，小红大惊失色地回来。夫人不好了，今日在长公主府，那个赵华郡主找侯爷要债，还让苍狼把您从锦衣王府拿过的东西全朗诵了出来。你再说一遍，我什么时候拿过锦衣王府的东西？奴婢错了，奴婢该死，是锦衣王硬塞给您的，是他厚颜无耻，是他小肚鸡肠，送出去的礼物都好意思要，还当众要，简直是太过分了。等等，当众？是啊，现在整个昭邺城都传遍了，外头还有人骂你，说你又穷又装又没骨气，还说你又当那啥，有理排放。什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怪不得刚才赵子昂看到我那般脸色。不，我要去找他解释。不对，我想想。夫人，你怎么了？你笑什么？好你个万鹤亭，你不就是想让我和离，逼我下嫁于你吗？什么？他怎么敢的呀？他一个陆婆皇子哪里配得上你？你是看他可怜才收他礼物的，他竟敢想娶您，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错，所以我不能急，不然就中了他的圈套，传出去就说我听到别人污蔑我，气到吐血了。对，再让安安去趟锦衣王府，告诉万鹤亭，如果他收拾不了这烂摊子，就别再来见我。是。小红走后，柳青青快步回房，对着空无一人的屋子急急忙忙地开口：天灵灵，你在哪儿？你快回答我呀，天灵灵！你不是说万和亭这辈子只会痴迷于我一人吗？他现在居然当众讨债，坏我名声，你快帮帮我！天灵灵，你说话呀！不管他怎么喊，屋里始终死一般的沉寂。我知道你还有其他的任务，不会一直在我身边，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啊！喊来喊去都没有回应，他只能自己琢磨问题出在哪儿。思忖良久后，招来暗卫：你去城外的庄子里看看，那个女人有没有偷懒，让郭嬷嬷给我往死里整她。是。快去吧。暗卫离开了，可柳青青心里的不安始终没有消减。锦衣王府内，所以你们把本王跟柳青青的事都捅到众人面前了。那个，就我们其实都是为了你好呀。你想呢？就这样子的话，他们两口子肯定会吵架呀。那他们一吵架，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他身后的苍狼苦着脸，话到嘴边又噎回去，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万和亭深吸一口气，强压怒火：现在外头的人都怎么说？外头的话，那就说您痴情呗，然后说柳青青，要钱不要脸，花心，然后那个
当那个什么立牌坊，反正能说的就这些了。万鹤亭听了沉默不语。柳青青名声全毁了，万一她又吐血了怎么办？万一她想不开要自尽怎么办？万一她被夫家刁难又该怎么办？越想越急，越想越担心，突然急火攻心，双目赤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好，王爷又要发作了！烛龙，快拿药，快！烛龙手忙脚乱地摸向怀里的药瓶，就见万鹤亭猛地起身，他眼底赤红未退，满脑子都是柳青青可能出事的念头，脚步踉跄着就要往外冲。哎呀！啪嗒一声，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儿，藏在兜里的鸡腿嗖地飞出去，油花花的鸡皮沾了片落叶，滚到了廊下台阶边。屁好痛啊！我的鸡腿儿，我的屁，我的腿，我的屁，我的腿。这声又软又委屈的呜咽，像一根温软的绳子，瞬间缠住了万鹤亭迈出门的双腿。满脑子的柳青青名声全被抛到脑后，只剩眼前这个摔得灰头土脸的小团子。摔疼了？穗穗抽了抽鼻子，小身子又往前挪了挪，离鸡腿近了些，才委屈道：心疼。你是说摔到心脏了？来人，快请御医。我心疼我的鸡腿儿。我擦了一上午，我都还没吃呢。万鹤亭先是一愣，低头看着穗穗那副疼得要哭却还死死盯着鸡腿的模样，喉间突然溢出一声低笑。一声温暖的笑冲散了猩红的双眼，冲散了心头的戾气。去请厨子，把福满楼最会做鸡腿的厨子请来。哎，遵命。旁边的烛龙收起药瓶，原来小郡主才是王爷真正的药。是啊，居然还记着福满楼的鸡腿。我先走了。烛龙看着院子里的一对父女，嘴角扬起了温暖的笑。王爷，宁远侯府的小世子赵继安说有要事想见您。不长眼的，没看见王爷忙着呢吗？赵继安，柳青青的儿子。快！把那小子给本座扣下，叫那个柳青青亲自过来接人。方才那副柔柔弱弱的模样瞬间烟消云散，看他满脸雀跃的神情，万鹤亭刚冒头的父爱瞬间在冷风中打了个寒战。一趟长公主府，这小丫头便一箭三雕，捉弄了太子，又打了宁远侯夫妇的脸。赵吉安那小娃娃落在他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就说本王不在府中，送小世子回侯府。哎，别呀！那个柳青青吃你的用你的，还对你那么冷淡，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他都那样了，他儿子能是什么善茬？你听我的准没错。等将来我登基了，我给你找一大堆美人，什么柳红红、柳绿绿、柳黑黑、柳黄黄，要多少有多少。你的心不疼了吗？哎呀，好痛呀！我的鸡腿什么时候能好呀？万鹤亭冒头的父爱再次摇曳，额头青筋直跳。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但是我觉得我罪不至此呀。他压下心绪，平静道：本王为你找了位夫子，你现在就去吧。夫子？谁那么大的脸面敢来教本座？李太傅济世安民，最是擅长教导人守规矩。他特意加重了守规矩3个字。让我守规矩，有没有搞错？我自己就是规矩。听说李府有位厨子，烧的菜十分可口。笑话，我差那点吃的吗？听说有许多外头吃不到的美味。这就不是吃不吃的问题。听说他们家的鸡腿能做出18种花样。笑话，我其实也不是多爱吃鸡腿儿，我就是想瞧一瞧，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敢来当我的夫子。该死！为何我一听见鸡腿2个字就控制不住我自己呀？为什么呀？
我这被鸡腿硬攻的一声啊！万鹤亭看了看穗穗从嘴角流出的眼泪，满意的勾了勾唇角。准备一下，稍后送小郡主去李府。一物降一物，那就让他们以毒攻毒，不管是谁把谁降服了都行。而此时的万鹤亭自己未曾察觉，但苍狼看得明明白白。只要说到穗穗，王爷对柳青青那股病态的执念便能烟消云散，甚至会被穗穗带得暂时忘却他。就连侯府那个小世子，他都能避而不见。当众撕下柳青青的伪装，苍狼并不后悔，只觉得下手还不够狠，那也无妨，只要有穗穗在，柳青青被整垮是早晚的事儿。偏厅内，赵吉安嚼着自己最喜欢的蜜饯儿。锦衣王叔呢？怎么还不过来啊？这称呼本就略显逾矩，但他仗着太子的宠爱，又自恃身份不凡，便学着皇孙们的样子称呼万鹤亭为王叔。在他模糊的认知里，这样的称呼能显得自己更高贵一些。小世子，您别等了，我们家王爷说了，他不在。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先去建安院等会儿他。他在锦衣王府本就有专属的院落，一花一树皆是照他的喜好布置的。这倒霉孩子咋听不来好来话呢？我都这么明显了。世子呀，咱王爷的意思是让现在送您回宁远侯府啊。你说什么？你是说锦衣王叔他不肯见我？不可能，锦衣王叔他最喜欢我了，他怎么可能不想见我？哼，他要是不见我，以后就再也别想见我了。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切，跟他那便宜娘亲一个德行。呸！管家把赵吉安请出了正厅，赵吉安当众没了面子，脸色阴沉。你个狗奴才，回头我要问锦衣王叔，你要是有半句虚言，我一定会扒了你的皮。世子，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说完就赶紧请回吧。呆主果然出不了好损呐，宁愿侯世子跟他爹娘一个德行，一脸坏馅儿，还是我们小郡主单纯可爱。赵吉安看他毫无波澜的样子，心里越想越气，抬脚就往管家身上踹。这一幕恰恰被穗穗撞了个正着。哎，哪来的小屁孩，敢动本座的人，好大的胆子！哦，这就是那个赵吉安。吉安贱，看着是挺贱的。赵吉安见他眉眼像极了万鹤亭，顿时想起柳青青和小红说过的话。原来你就是那个小野种。苍狼的脸色冷了下来，管家的脸色也跟着沉了。这说的也太过分了，虽说咱们小郡主蛮横霸道不讲理，唱歌难听捉弄人，但是她是个好孩子呀。赵健健，你娘亲又没钱啦，又打发你来我家要饭呐？不是跟你爹说了吗？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啦。实在不行，我介绍你们一家去戏楼唱戏呗，反正你们一家都是戏精。你胡说八道！我娘说了，我们家富可敌国，我就是要天上的太阳也能摘得到。穗穗抬头看了一眼火辣辣的太阳。哦，那你摘啊。我要梯子吗？我帮你搬。丽安姐姐说的没错，你就是乡野里长大的贱民，你粗鄙无礼，口无遮拦，别以为你进了锦衣王府就能从山鸡变成凤凰，永远都不可能。我是不是凤凰不知道，但你倒是呆若木鸡。你看看呐，你爹一个侯爷怎么就富可敌国啦？是贪污了还是受贿了？这都是违法的哟。你刚刚说的那些话都可以作为你爹爹贪赃枉法的证词哟。你可真是个大孝子。才没有，我们家没有富可敌国，我爹也没贪污，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家没有富可敌国，草包。哎，小屁孩果然是不经诈呀，没贪呐，
那就还是靠我爹养着呗。一家老小连吃带拿，还不讲理，我都没见过你这么没礼貌的叫花子。你骂谁叫花子？骂你啊，听不懂话吗？我别你我啦，小叫花子，你给我听着，王府是本座的地盘，本座的地盘就要听本座的。再在我的地盘上欺负我的人，你的下场就跟这棵树一样。说着就拍向了旁边的小树，小树纹丝未动，气氛骤然安静。苍狼悄悄运起内力，赵吉安被这动静吓得连连后退，脸都白了。怕了吧，小屁孩。赵吉安今天颜面湿了又湿，转头就把火撒到管家身上。他不敢再踹管家，只能放狠话：今天的事情，锦衣王叔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后我就再也不来这里玩了。哼！一边转身离开，一边碎碎念：等这个小野种来给我赔罪时，我一定要狠狠地揍他一顿，还要让他趴在地上学狗叫。对，让他学狗叫。想着想着，越想越开心，把小红之前叮嘱他的话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待他走远了，碎碎抱着胖乎乎的小手猛地吹气。小郡主，你说你要拍那树，你做样子就行了，你干嘛这么认真呀？做样子那能拍断吗？认真你也拍不断啊。这会儿好点没？好多了。随后苍狼抱着碎碎来到了李府。属下先回去复命了，毕方和青提会跟着你，有事尽管吩咐他们。说完又凑到毕方耳边低语：盯好小郡主，闯祸可以，但别真把人李府给霍霍了。王爷好不容易才找来这么个接茬的。霍霍？怎么算霍霍？只要李太傅别气疯了就行。明白。目送苍狼离开后，毕方跟着碎碎进了门。刚跨进门槛，碎碎就扯着嗓子大喊：姓李的姓李的，我万岁岁驾到，你还不快出来接驾！话音刚落，整个李府的人都懵了，眼珠子齐刷刷看向他。匆匆忙忙赶过来的李太傅脚下一个趔趄，满眼难以置信地看着碎碎。不是说好的乖巧听话呢？这简直就是……不对，这一定是幻觉。对，是幻觉。昭华郡主才不是这个样子。昭华郡主有礼了。我也有礼。跟在后边的李抱抱高兴地朝碎碎跑过去。小郡主，你真的来了？来了，本座向来一言九鼎。碎碎点头，很是满意，心里已把李抱抱归到了小弟的名单里。随后转头看向李太傅，眯着眼睛说：听说你要给本座教规矩？锦衣王聘微臣做郡主的启蒙先生，微臣自当尽心，教您读书识字，应您向善。切，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啊！听得李抱抱满脸崇拜。哇，好霸气呀！李太傅眼神恍惚，扭头看向毕方和青提，怀疑自己耳朵长了茧。皮肤是说本官吗？皮肤是说本官吗？那大树是说你喽？笑话，老夫自读书以来还没见过你。李太傅，这是小薄礼，不成敬意，您千万别嫌弃。求求了，李太傅千万别退货呀！退货了我可怎么跟王爷交代呀？什么薄礼？你这是做什么？这是石山人的白发渔樵图。小郡主小年纪，便能用得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样的句子，想必是韩柳欧苏都有涉猎呀。看来圣上所言非虚啊。还算懂事。这边碎碎背着手，小短腿迈得噔噔响，眼神挑剔的跟个老财主一样。你们家的这个吊花土死了，太阳晒得太过了，叶子都不绿了。
郡主，你看，这是我爹养的鱼，哎，会吐泡泡呢。哎，还有那是我藏灵石的假山，里边有桂花糕，你吃吗？我这就给你取去。朝华郡主真的是好霸气，好有魅力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这么霸气呀？几人说着说着，总算逛到了书房，看穗穗迈着小短腿挪进去，青提偷偷松了口气。哎呀，妥了，终于要开始授课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往后微臣就在这苦州堂给郡主授课了。什么？给我上课？你什么档次啊？也配给本学霸授课？本什么？学霸，听上去好厉害呀。那学妈是谁呀？学霸跟学妈哪个更厉害？边儿去！本座3岁识千字，5岁背唐诗，7岁熟读4书5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好厉害呀！3岁、5岁、7岁，不对，那小郡主，你现在几岁啊？那小郡主，你现在几岁啊？3岁啊。那你，嗨，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我的意思就是，反正这些我都读过，都知道。李太傅有点懵了，这小郡主言谈举止不像个正常人，说蠢那是客气了，精神好像也有点问题。可年仅3岁的他，又能把蚍蜉撼大树这样的诗句信手拈来。听闻有些大才就是这样，异于常人，不同凡响。想必小郡主也是这样吧？努力找了个理由说服自己后，李太傅从书架上拿出了一本书。若真如小郡主所言，那这本《朝夜幼儿启蒙》对小郡主来说，应当是没有什么难度的。您读一遍，要没什么问题，咱们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幼儿启蒙，你这是在侮辱本座的学历。李太傅不明白一个3岁的小娃娃能有什么学历，但还是认认真真的看着他自信满满的翻开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书房里静的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生怕打扰到这位神童的思考。一炷香过去了，穗穗依旧蹙着眉，眼神死死盯着第1页第1个字，嘴角还抿着，仿佛在破解什么千古难题。完了！我虽然是学霸，但我学的是简体字呀。这个朝夜文字也太难认了吧！而且朝夜幼儿启蒙是什么书？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书，怪不得失传了，害得我听都没听过，这怎么背呀？郡主，您能看懂吗？不是，您不认识这些字吗？要不您再看看这本儿，这白丁扫盲全书，圣上特意让您编的，刚成文，字都简单。穗穗翻了2页，依旧一脸茫然。李抱抱急了，偶像怎么能目不识丁呢？他赶紧翻出一沓磨得边角发白的卡片。郡主，你看这个，这是我1岁时候玩的识字卡。你看这个，还有这个。穗穗盯着卡片，依旧不发一言，小脸涨得通红。这个也不认识？不至于吧？3岁了，一个字都不认识，这叫早会。李太傅斟酌着开口，轻声问了句：“郡主可有大碍呀？”话音刚落，穗穗情绪便彻底失控了。你看看你写的这个字是什么呀？歪歪扭扭，一点正形都没有，就丑的就根本看不成。这么难看的字，也配让本座过目？不是，我的字那可是被人当作字帖临摹的范本啊！反正就不好。青提拉着他走到一旁，半是威逼，半是利诱。小郡主，您别怕，您不识字这个事情，目前只有咱们知道。您看您这么聪明，那李太傅又学识渊博，在京城的外名声极好，他只要随便给您指点2下。我才不要！
他一肚子都是坏水，故意把字写得那么难看，就是想让我出洋相。老奸巨猾，人品都有问题。哎，这不正好吗？你看，你手下有苍狼，还有不少能人呢，咱就缺个足智多谋的谋士。你看李太傅这老奸巨猾的样，这不就是现成的能拉拢的对象吗？您看他在朝廷口碑极好，让他这样的人加入咱们阵营，那不是更解气吗？这样的话，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穗穗果然停下争执，陷入沉思。他瞥了眼远处略显不安的李太傅，目光里不自觉带了几分挑剔。虽然他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字写的又难看，人品又差，但是毕竟咱们现在刚起步，人手紧缺。那行，我就给他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吧。好嘞。哎，等等，本座还没有提条件呢。没一会儿，书房里就传来李太傅变了调的喊声，几乎要把屋顶掀翻。你再说一遍，你让谁拜谁为师？你拜我呀，或者你当我的跟班也行。怎么，你瞧不起我呀？你知道本座手底下有多少人吗？你知道我多厉害吗？像你这样的文盲能被本座收下，你还不感恩戴德？我文盲，我。李太傅呆立当场，气得手指都在抖。怎么，这又傻又蠢还有理了？我堂堂一品太傅，我拜他为师。哎，太傅，这才能显得您厉害呀。俗话说要因材施教，咱先取得他小君主的信任，再慢慢引导他，让他走上正途，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啊。你也不想看着他一直助纣为虐吧？青提这话正是戳中了他的软肋。他天生爱管闲事儿，总爱指点人，实在见不得穗穗往歪路上越走越远。即便这样也不行，我怎么能拜他为师呢？要不这样。最后还是青提从中周旋，双方各退一步，约定平等相处。看着终于在桌前坐下的两人，青提眼底悄悄露出了崇拜的神色。苍狼大人简直太厉害了，教我的这么几句话，竟能把小郡主跟李太傅都搞定，真不愧是苍狼大人。来，我们先认第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他念贝，宝贝的贝。对，跟我念啊，贝，宝贝的贝。贝，宝贝的贝，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下一个字他念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齐。对，齐家的齐。齐家的齐。再下一个字，这个字念考虑的虑。你光学习不做笔记的吗？笔那墨还没摸好呢。那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知道吗？学生不带笔，就好像士兵上战场不拿枪，你知道吗？那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字他念念丰收的丰。我在这里讲课，你却在那里喝水。那你上战场的时候，人家会给你喝水的时间吗？你真是本座教过的最差的学生。青提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不断地给毕方使眼色。怎么办？李太傅不会真让咱郡主给逼疯吧？还知道生气，说明没疯。还最差的一届，姑且不论我学富五车，您收过几个徒弟啊？除了我，还有人陪你这么闹吗？怎么没有啊？我不就是吗？那什么，小郡主，您还收徒弟吗？您看我成吗？当然收啦！你资质这么好，一看就很有天赋。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弟子啦！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对了，那什么，看在我这么尊师重道的份上，这大师兄能让我当不？
看在我这么尊师重道的份上，这大师兄能让我当不？你个逆子，你想造反啊？哎，咱俩可师出同门，怎么跟同门说话呢？我是你爹呀，你跟我当同门，还要做我师兄？你淡定，这不矛盾啊。我嘞依然叫您爹，该称父子的时候称父子，该称职务的时候称职务，这不矛盾。还职务？看我不把你揍成个职务！哎，别闹了，人抱抱说的挺好的呀。你们都是为师的弟子，都是尊师重道的好学生，那自然要长幼有序啊。老李呀，以后见了抱抱记得叫师兄，可不能坏了规矩。李太傅的胸口起伏得更厉害了。哎，对了，至于我的话，就不要叫我师父了，毕竟你也是太傅嘛。就直接叫我的名字好啦。李太傅死了的心终于又活了一点。这小孽障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对吗？还是叫万岁岁合适吗？哎，还是太高调了。那该称叫1个岁就行啦，2个岁太高调了。1个岁，那岂不是万岁！万岁！反了！这也是你乱叫的啊！怎么就乱叫了？师傅尊名叫岁岁，然后姓万，为了低调，特意去掉1个岁，有问题吗？哎，老李呀，你要多向小李学着点儿。哎，老李，你怎么啦？李太傅，你醒醒啊！青提看着晕过去的李太傅，一边着急地掐他人中，一边喊：“您快醒醒啊，咱课还没上完呢！爹，快醒醒，万岁训话着呢！”一阵鸡飞狗跳的喧闹过后，岁岁总算歇了继续留在此地的心思，打算返程。哎，万岁，您忘了那女鬼，锦衣王府不干净。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啊！逆徒，一点都没有规矩，居然敢为师离开，为师还不走了。为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李太傅心砰砰狂跳，总觉得这丫头多半还得再惹出些事端，他这把老骨头哪经得住这般折腾。那你不走，本官走。说完转身离去，带着小厮径直往城外客栈去了。老爷，爪化卷珠在咱们府中会不会不太安全？是不太安全啊。你让夫人给他单独安排一处院落，他就是冲本官来的，本官一走，他没了目标，还能闹出什么名堂？是，奴才这就去。片刻后，岁岁被李夫人引着去了一处院落。时间仓促，院子收拾得略显简陋，委屈郡主暂且在这里凑合。郡主若是觉得有什么欠缺，尽管跟臣妇讲便是。行，那就凑合吧。招待的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回郡主，臣妇李秦氏。我娘叫秦素秋。这孩子，哦，原来是素秋啊。你福儿过来，本座有一件大事要同你说。啊，是什么大事啊？本座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赶紧弄些吃的，要好多的鸡腿儿。啊？臣妇这就吩咐人备膳。如今昭邺城的贵女们都自称本座了，这么新鲜的事儿，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出了院门，秦素秋依然蹙着眉。小成啊，你说我是不是被昭邺城的贵妇们孤立了？方才昭华郡主一会儿为师，一会儿本座的，这些字我拆开来都懂，可合在一起，我愣是一句都听不懂啊！我才几日没出门，就跟不上时代了，这个奴婢也听不懂啊！罢了，快叫厨房做饭去吧。这个鸡腿真好吃。鸡翅膀也好吃。对了，你回去把弟兄们全都接过来。接到这儿来干嘛？青提茫然，您这就要攻打李府了？
得令。毕方却没那么多顾虑，领命后当即飞身离去。他只是按照王爷的吩咐奉命行事，至于岁岁在想什么，那不重要。你们没听说吗？咱们王府闹鬼呢，本座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让弟兄们在王府受罪，那怎么行？郡主，有没有可能他那个鬼其实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厉害，我都不能放着兄弟们不管。好了，就这么决定了。青提本想上前周旋，可毕方已经带着一大批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李府。他都来了，算了，我眼不见心不烦。天塌下来有胆大包天的小郡主顶着，我操的什么心呢？第二天，李太傅眼下挂着浓重的青黑，无精打采地去上朝。金銮殿外有童良凑上来，压低声音打趣儿：“李大人，昨日给昭华郡主授课了吧？怎么样？他跟景义王比起来，谁更难对付？”李太傅沉默半晌，随后咬牙冷笑：“昭华郡主的乖巧懂事，你们根本无法想象。他非常注重师道尊严，但这个事是他不是本官，他特别严谨，本官喝口水都不让喝。他还特别的守规矩，懂得长幼尊卑，撺掇本官儿子忤逆父亲，真是一肚子坏水的蠢货。总之，昭华郡主冰雪聪明，珊珊可爱，那是有大智慧的孩子。这样的好苗子，简直世间都难找出第二个来。嚯，那照您这么说，这还真是逮猪也能出好笋了。您怎么还落泪了？本官那是高兴啊！昭华郡主这般百年难得的神童啊，竟屈尊到我门下，本官这是上辈子造了积了多大的德才修来的福啊！景义王。万和亭和李太傅四目相对，眼神复杂。万和亭似有赞许，又似有其他意味，深深看了他一眼。李太傅的眼光果然独到。我眼光好，你个混账东西！以前你吵不过本官，你就派个小蠢货来折腾本官，我呸！厚颜无耻！对了。今日御史台怕是要参宁远侯夫人一本，锦衣王难不成又要一力担下来吗？说到这儿，李太傅终于扬眉吐气，脸上勾起了一个笑容。万鹤亭脸色一沉：“此事与太傅无关，你只需好生教导小女便是。”李太傅一眼为您好的模样：“微臣不过是担心王爷一时糊涂罢了。您可知如今外头都在说您什么？”流言蜚语罢了，本王不在意。两人皮笑肉不笑对视一眼，各自揣着心思走进了金銮殿。身后方才问话的同僚惊得瞠目结舌：“邓大人，过来，有瓜吃！真的假的？这昭华郡主也太厉害了，竟能让往日的死对头和睦相处。”早朝时没过多久，御史台果然提到了柳青青。说他不守妇道，教唆锦衣王抗旨不遵等数条罪状，以及宁远侯赵子昂治家无方。端昌帝面无表情地坐在龙椅上，心底怒火中烧。朕从前听信流言蜚语，一直以为是鹤亭一厢情愿，可现在竟是朕的儿子被耍得团团转。宁远侯夫妇当真可恶。看向太子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审视之意。他们这般算计，太子难道不知情吗？不，定是知情的，知情却这般纵容，太子难道也参与其中吗？太子正欲辩解，却被万和亭抢先一步。父皇明鉴，所有关乎宁远侯夫人的事情，都是儿臣自愿的，并无人教唆。宁远侯夫人是迫于儿臣的身份，才不得不收下那些物件。李太傅目瞪口呆：“不是吧？本官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就担下了？你傻啊你呀！”金銮殿内气氛凝滞的几乎能拧出水来，而李府里岁岁直睡到日上三竿，仍赖在被窝里不肯醒。梦里他看见一个跟他现在这副小身板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团子冲他使劲招手：“嗨，万岁岁，你是谁啊？居然跟本座长得一模一样！
或许，可能，也许是因为我在司命那看花本子，不小心睡着了，还流了很多口水给你吧？你不对，你等等，你是天道，口水，鸡腿，原来上次那场淋得人浑身黏腻的雨，就是你的口水来的呀！我说怎么满鼻子都是油汪汪的鸡腿香，怪不得我这一世老是被鸡腿硬控。好你个天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你不仁就算了，还给我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不孝爹爹。他叉着腰直跺脚，圆圆悠悠道：你爹爹不好吗？我爹爹就可好了。不久前我爹爹还陪我一起去了子涵姐姐的老家玩呢。这样，把你的爹送给我，本座一定能带他登上皇位的。那可不行，我的爹爹我谁都不给，而且天道老头说了，这都是你的因果呀。本座可不管什么因果。不过嘛，话说回来，是你送本座来的，你得补偿我。就比方说，给我一个就那种叫金手指还是什么的。没问题呀，不过我得先想想什么适合你。逢赌必赢手，超级黄金手，见钱眼开眼，或者这个。你去哪了？那个不说了，我爹爹喊我，反正就是你有事你叫我就行了。我先回了啊。我来了。你倒是说说，我该怎么喊你嘛？总不能天天都做梦吧？有更快的办法吗？喂！话音未落，穗穗猛地睁开眼，青提正憋笑着站在旁边，见他醒了，连忙上前：“小姐可算醒了，昨日读书定是累坏了，竟睡了这么久。”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其实我是天道的双胞胎姐姐来的。青提愣了愣，伸手摸摸穗穗的小脑瓜，心里直打鼓。天哪，难不成王爷的疯病是家族遗传？或者，郡主啊，您是不是受了风寒？还是……你不信本座吗？青提看着他，斟酌着开口：“信，当然信了。可既然是双胞胎，为何您是姐姐，不是妹妹呢？”那当然是因为本座的头发比他梳得高一点喽。这也行啊。青提无语，趁机转移话题。我听说今日御史台要弹劾侯夫人柳青青，也不知道王爷能不能按时回来。弹劾那个母猴？穗穗眼睛瞬间亮了，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不得了了，我得去上朝了。你郡主，你还没吃早膳呢。不用啦，朝政要紧。3岁的小穗穗小短腿倒腾得飞快，说完就一溜烟跑没影了。父皇明鉴，此事皆因儿臣而起，若父皇要降罪，罚儿臣一人便是。震惊的何止李太傅一人，殿中诸多老臣望向万鹤亭的目光已然带上了几分不忍和怜惜。从前只当锦衣王暴力，如今看来竟是个实打实的痴人呐。以前是咱们看错了人呀，能为心上人扛下污名，又倾囊相赠钱财与人脉，还将对方儿子视若珍宝，这样的人品行能差到哪去呢？这般想着，众人的思绪又拉回殿上，落在万和亭那宽厚却透着几分寂寥的背影上，与老臣们的怜惜截然不同。太子与赵子昂却暗自松了口气，尤其是赵子昂心里竟升起了优越感。任凭你万和亭心中再不甘，到头来还不是要为我宁远侯奔走，替我的夫人洗刷罪名，这般摇尾乞怜的模样，切！果不其然，万和亭再度上前朗声道：“请父皇降罪。”端昌帝望着他，眼中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怒火。蠢货，这般拧不清的模样，还想当储君，愚不可及。他早已忘了万和亭放弃了夺嫡的心思，在心中将这不孝子骂得狗血淋头。父皇明鉴，皇兄此举不过是情难自禁，绝非有意逼迫宁远侯夫人，
还请父皇网开一面，就此作罢了。端昌帝目光沉沉地看向他，语气听不出喜怒。太子当真觉得此事是景义王的过错？哎妈，大意了！以前这样说的时候，父皇都夸我是鲁地公的，可今天却……哎呀，我不该这样急切地将罪责全推到万和亭身上来的。哎，赵子昂也反应过来，当即双膝跪地：“微臣治家无方，管教不严，恳请皇上降罪。”既然你主动认罪，那便罚俸3年，即刻卸去所有差事，闭门思过。赵子昂与太子皆是一怔，脸色大变。赵子昂手握京郊大营的兵权，如今被削去差事，无异于断了太子的一条臂膀。两人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回他们终究是低估了端昌帝的怒火。万鹤亭纵有千般不是，也是陈皇后所出的嫡长子，是当朝皇长子。即便端昌帝再厌弃他不争气，那也是皇家血脉。柳青青这般愚弄于他，打的何止是万鹤亭的脸，那是整个皇家的脸。赵子昂咬牙隐忍，心中满是不甘，却也不敢多言。太子暗中给党羽使了几个眼色，可但凡有人出列为赵子昂求情，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端昌帝的严厉训斥。更有一位3品大员直接被降为5品。这般雷霆手段，震得满朝文武再也无人敢应声。宁远侯夫人行为不检，品行不端，不堪为臣妇。父皇，皇上。赵子昂与万和亭异口同声开口，脸上满是急切之色。他们心中清楚，若是让端昌帝把话说完，柳青青怕是要成为首个被圣旨废离的侯府夫人。赵子昂虽恼柳青青不知分寸，可终究念及多年情分，更何况他极为看重的神童儿子赵吉安乃是柳青青所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不能让柳青青受重罚。而万鹤亭更是恨不得以身相待，替柳青青承受所有罪责。端昌帝冷冷扫过二人，寒声絮道：“主，皇后赐教导嬷嬷，严厉教导她，好好研习女戒女训。宁远侯老夫人教习不严，褫夺诰命，皇后一旨申斥。”万鹤亭还未及松口气，便听端昌帝继续道：“刘以松娇女无方，降职3级，罚俸3年，其妻褫夺诰命，终生不得进宫。其子女，男不可参军入仕，女不可嫁皇家宗室。”刘以松如今担任鸿胪司少卿，这职位本是万和亭一手扶持而来，连降3级后便成了不起眼的7品小官，在朝野承制高官遍地的地方更是如同尘埃一般。而柳夫人乃是太子生母冯贵妃的亲妹妹，平日里常入宫陪伴贵妃，膝下除了柳青青还有2女1子。端昌帝虽未重罚柳青青本人，却让他的至亲好友接受牵连，丢尽脸面。这一套下来，柳青青日后所受的迁怒与排挤可想而知。不愧是帝王手段，狠辣精准，直击要害。万鹤亭紧握双拳，缓缓低下头，眼底神色晦暗难辨。这场惊心动魄的早朝，最终在一片死寂中落幕。太子急匆匆地赶往后宫求援，赵子昂却故意落后一步，看向万和亭的目光阴鸷如冰。今日虽丢权受辱，但也试探出皇上对万和亭仍存父子之情。如此看来，万和亭此人是留不得了。离宫之后，万和亭端坐于马车之中，心神恍惚，茫然失神。王爷，您还好吧？你说本王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这个……本王听了青青的话，放下权势，反而扶持太子，善待天下，可他们却从未感恩。扶持太子倒还算属实，可善待天下这4个字，实在无从谈起。万和亭也并未指望他回应，只自顾自地倾诉着心中的愤懑。整个朝野上下面目可憎，虚伪至极，被称赞淳朴善良的百姓也愚昧无知，蠢得透顶。当初本王压下心中暴虐，放过了所有人，可他们却从未放过青青与本王。百官的谩骂指责，百姓的人云亦云，他们配吗？这个……烛龙一时语塞，他知道幼时的遭遇让万和亭对真实有着极致的执念，对虚伪深恶痛绝。百官的所作所为被骂也不算冤枉，这金銮殿上的位置从来都不属于单纯善良之人。可百姓们不明内情，不过是被流言蜚语裹挟罢了。王爷此番言语终究是太过偏激，
烛龙恍惚间只觉得4年前那个暴虐无情、令人胆寒的万鹤亭似乎要回来了。马车内外气氛阴冷的近乎凝固，烛龙只觉得心跳如擂鼓。若是天道不公，你就将这个天捅一个窟窿；若是大地不平，你就将这个地踏成焦土。你瞧着谁虚伪，本座便帮你撕了他们的假面具。你放心，我上面有人。只见岁岁负手而立，小脸上满是与年龄不符的肃杀，定定地注视着万鹤亭。本座已有一计，只需再等几日，待本座调配好足够的炸药，便陪你登上金銮殿，将那些虚伪之人与建筑一同炸个粉碎。万鹤亭的眼底悄然蔓延的赤红骤然停了一瞬。至于那些愚昧百姓的话，本座也有对策。本座可以设法掌控禁卫军，掳走每户人家中最为虚伪的至亲，体弱之人便悬吊于城墙之上示众，强壮之人便发配至边疆，在暗中挑动邻国开战。到那个时候，有人在沙场上九死一生，有人在家中肝肠寸断，你所厌恶的这个天下瞬间就沦为那个人间的炼狱。万鹤亭眼底的赤红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良久他喉结滚动。天下人倒也没那么对不起我。闻言，烛龙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地。还好王爷心底那点仅存的良知总算没被彻底泯灭。你别这样，你管他们呢，只要看着不顺眼，直接除掉便是。再说了，那群人他本就胆大包天，那些暗地里咒你阴狠的，算计你前程的，嘲讽你落魄的，他们一个个都戴着虚伪的面具。你就不想让他们永远都不要说话吗？或者让他们跪在地下，任由你处置？岁岁踮着脚尖，小脸上满是怂恿的神色。是不是只要你点头，本座就能让你心想事成哟？现在把你的答案告诉本座，大声说出来。万鹤亭缓缓抬眼，眼底残留的猩红尚未散尽，潜藏的暴力之气仍在涌动。就是这个眼神，别怕，说出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本座永远站在你这边。别呀！我家王爷好不容易上了正道，可不兴这样挑拨呀！就算要对付太子和宁远后，也犯不着跟您这小祖宗合作呀！岁岁压根没理会烛龙的焦灼，只是一瞬不瞬地盯着万鹤亭，盼着他能吐出些大逆不道的狠话。终于，万鹤亭薄唇轻齿：“你是得了疯病吗？疯病？病？你这个提议简直就太妙了！不如咱们就制造上一场疫病，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天下改朝换代。真不愧是我亲生的爹。”万鹤亭深吸一口气，额角的青筋隐隐跳动。烛龙连忙打圆场：“小郡主，王爷这话是问您这个疯，是问您是不是疯了？疯？本座怎么可能会疯呢？”岁岁不耐烦地摆摆手，心思早已飘到了九霄云外。疫病这个想法确实不错，可我是个文科生呀，我要配方都是死记硬背的，生物知识早都还给老师了。看来得先招个一读双全的能人回来才行。能人。万鹤亭冷冷瞥了他一眼：“本王的意思是说，收起你那些丧尽天良的念头，本王不屑与你为伍。”岁岁当场愣住，反应过来后气得小脸通红。你这个人，你被人家欺负到头上了，你都不敢反击，懦弱成这副模样，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爹呀？王爷原本是打算报复的，甚至想搅得天下都不得安宁。可小郡主您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反倒王爷那点心思显得太温柔了，这样哪好意思往出说呀？本座再问你最后一遍，2个计划你到底做不做啊？我告诉你哦，本座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你最好想想清楚再告诉我。本王突然觉得这个世间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其实还挺美的。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这是我家王爷说的话吗？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穗穗却像被雷劈了，满脸不可置信。小郡主，您别气馁。小郡主，您息怒啊！息怒，本座不生气。哎，亲生的爹还说什么呢？不气不气，亲生的，亲生的。哎，不气不气，亲生的，亲生的。谁说谁？青提嘴角抽了抽，头埋得更低，不敢抬头看万和亭的脸色。脚凳被放下，万和亭踩着凳子下车，头也不回地走进王府。要不是怕旁人误会穗穗失了宠，他真想叫守卫直接关门。时至今日，他对这小祖宗竟仍存一丝心软。他清楚今日之时皆因穗穗先念出那本账本而起，换作从前，所有得罪过柳青青的人早就被他斩草除根。可面对穗穗，或许是妇女天性，他别说怪罪，连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这不该是他的作风。小郡主啊，您今日怎么突然回来了？我怎么突然回？哦，那个就是我听说柳青青跟赵子昂一家倒了大霉，我是来给咱小婷婷出主意的。再说了，这是本座的王府，本座想回就回。那是属下失言了。那个，本座还有事情要吩咐你。您说。本座观察多日，万般筹谋，才发现咱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人手太少了，势力急需扩充。你赶紧去给咱们招兵买马。那这是面试要用的问题，您把应聘者的答案记下，小郡主会亲自听您汇报，再决定是否录用。烛龙看着手里的纸，一脸茫然。我是王爷的暗卫统领，这种招兵买马的活儿，不该交给苍狼或者管家吗？管家肯定乐意啊。对。这么一想，烛龙心里轻松了些，低头看向纸上的第一个问题：若遇劫匪拦路抢劫，该如何应对？在穗穗审视的目光下，烛龙严肃回道：自然是反击抢劫，或是将其扭送官府治罪。他觉得这应该是标准答案，以小郡主的性子，绝不可能乖乖交出财物。送什么官府呀？哎呀，你应当先把劫匪给制服了，然后占了他们的老巢，把他们的财产全部夺走，再让他们继续出去抢，这样就能给咱们创收了呀。笨。烛龙无语，到底是他低估了小郡主的狠辣程度。第二个问题，若遭同僚欺辱陷害，该怎么办？烛龙语气都变得不自信了。那应当降服同僚，抢走他的财产，再驱使他为我办事。又错了，都是自己人，谁还不知道谁的底细？不赶紧先下手为强除掉他，难道还等他抓你把柄，反过来拿捏你吗？背后捅刀子的多半是自己人呐！烛龙首领，你可长点心吧。哎，就你这个资质，也就仗着是王爷的老人，算是元老不好替换，不然就你连我们王府的门槛都够不到。算了，毕方，回头你好好教教他。毕方面无表情的点点头，穗穗也不介意他的冷淡。别看这小子整天冷冰冰的，办事倒是麻利，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拖泥带水。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要把毕方培养成继苍狼、青提、管家爷爷还有李抱抱之后的第4大心腹。至于管家爷爷和李抱抱，勉强算半个吧。哎，对了，青提，那个你去帮本座找一位又懂医术又会下毒就厉害到天下无双的大夫回来啊！天下无双，我找我只是个普通的丫鬟呀。太傅府庭院里，李太傅盯着那群站得笔直的护卫，脸黑得发亮，腮帮子紧绷。这些人真是昭华郡主招来的啊！回老爷，千真万确是尊族的吩咐啊！咱府里客房本就不大，如今已经挤得喘不过气了。昨夜好几人挤一张榻，推都没法伸，这日子要是长了，
奴才实在不知道该往哪塞银了。往哪儿塞？当然是给本官遣返。难不成要本官掏银子费心思养着这群吃闲饭的吗？你这脑子怎能说出这般混话来？是，奴才知错。黄口小儿竟敢在老夫头上动土，狂妄至极！李太傅气得胡须乱翘，胸口起伏剧烈。就在这时候，穗穗迈着小短腿负手走了进来。哎，大家不要害怕，本座还在这儿呢，看谁敢把你们赶出去。谢我小郡主。穗穗满意点头，目光落在府门上。这个门不太好，颜色太暗了，去重新定一扇，要大红色的。就照景义王府的规制来，一定要红，要鲜，要亮。遵命。立刻有护卫领命，转身要跑。你敢？这是本官的府邸，这扇门也是老夫的，岂容你说换就换？你竟敢如此肆意妄为！什么你的？这明明就是本座的！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李太傅瞪大了眼睛，仿佛听了天方夜谭。莫不是失了心疯？你听好了，你还有你儿子都已经拜入本座麾下了，按照规矩，那名下的财产自然得尽数上交啊！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景义王府的护卫、李太傅的管家、仆役们一个个瞳孔周缩，满脸难以置信。有没有搞错啊？李太傅拜一个黄毛丫头为师？就是说跟着丫头学什么呀？学强占民宅。李太傅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胸口起伏更烈。他瞪了一眼穗穗，拂袖而去。老李，快回来！为师还有事情要交代，你跑什么呀？青提紧随其后，临走前对众人打圆场。不好意思啊，我家小郡主比较喜欢开玩笑，她这儿你们知道的吧？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一脸无奈。众人恍然大悟。这丫头原来是个傻的。李太傅教这样的娃娃，真是难为她了。跑什么？为师又不会吃了你！李太傅狠狠瞪着穗穗，这小胖丫头看着圆，不仅力气大，跑起来还挺快，差点把她这老骨头累散架。老爷，原来您在这儿呢，可算找到你们了。参见万岁！免礼。那个什么素秋啊，你来的正好，本座订了一些物件装点府邸，稍后就会送过来。你回头看看放在哪里，摆的周正好看一些啊！这怎好劳烦郡主破费呢？真是太过意不去了。这算啥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叫他什么？叫素秋啊，怎么啦？穗穗一脸茫然，见李太傅瞪眼才反应过来。你也想本座这么叫你？行。那个你叫李什么来着？我爹叫李什么来着？李太傅呼吸急促，脸憋红了。这时一直沉默的毕方开口：太傅名讳李楚熙。原来是小溪呀。小溪，这样你满意了吗？不吃醋了吧？穗穗看向太傅，带着几分宠溺。李太傅用尽力气才没晕过去，这小丫头简直是他的克星。另一边，柳青青得知端昌帝处置结果，如遭五雷轰顶。你再说一遍。今日早朝，大臣们纷纷弹劾您和侯爷，皇上连太子求亲都没理会，竟下旨降了侯爷的职，褫夺了夫人的诰命，还让你闭门思过，学女训呢。柳青青头晕目眩，眼前发黑，脑海一片空白。父亲被降职，母亲诰命没了，弟弟妹妹受牵连，却愿宁远后老夫人，怎么办？紧接着房门就被一脚踹开，宁远侯老夫人带着倩倩和二儿媳怒气冲冲进来，颜色阴沉。母亲，别叫我母亲，我没有你这种丧门星儿媳，都是你这扫把星，磕得侯府一败涂地。
害得昂哥丢了官，我失了诰命，你安的什么心？我早就说过，他就是个灾星，害侯府称满京城笑柄。我大哥失权，就连云州哥哥也跟我退亲了，这下你满意了吧？你这个狐狸精！打死你！傅云州本就不喜欢你嚣张跋扈的性子，退亲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与我何干？就算没有我，你这样的性子也嫁不进傅家，傅家人可瞧不上你，还不是你勾引云州哥哥，我与他青梅竹马，可你出现后他就变了，对你体贴，对我冷淡。你这个坏蛋，勾引我大哥和锦衣王不够，还要抢云州哥哥。我与傅云州是清白知己，锦衣王是一厢情愿纠缠于我，我从来没有回应过他。我柳青青行得正坐得端，不屑于做苟且之事，你们休要污蔑我。二夫人站在一旁，眼底闪过讥讽，慢悠悠开口：大嫂啊，连官家都让你闭门思过学女训了，你这话的意思是说官家冤枉你？难不成是官家弄错了？我没有。他不敢指责官家有错，心里却骂了官家800遍。肯定是有人在官家面前重伤我，否则以我的行事和声明，官家怎会不调查就定罪？二夫人嘴角勾起一抹讥讽：哈，你清高，你了不起，你冰清玉洁的与万男私相授受，你人淡如菊的受人昂贵的礼物。先前你头上的首饰日日不重样，我还当是贵妃赏的，原来竟是姘头给的。你怎么能说出如此不知廉耻的话？怎么，不知廉耻的事儿你是做了一件又一件，一张厚脸皮是卖了又卖，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这般夸赞你吗？不然你又怎么会做呢？按说我们侯府也不算小门小户啊，可到底抵不过你欲壑难填，深不见底啊。知道的说咱们侯夫人是锦衣王养着的，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牡丹坊的姑娘，靠万人饲养呢。你混账！等着，等我哄好了万鹤亭，把我的名声彻底洗白，你们这群落井下石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一旁的倩倩本想再说些什么，眼角余光瞥见赵子昂迈步进来。大哥，云州哥哥他跟我退亲了，我该怎么办啊？傅云州好大的胆子，竟敢主动跟你退亲。你别哭，等我回头就去找他算账，定要他给你一个说法。别去，大哥，不怪傅大哥，都怪大嫂。大嫂在外头名声狼藉，和外男私通，傅家便觉得我也不是什么端庄女子，逼着云州哥哥跟我退亲，叫他另寻良配呢。赵子昂的身影猛地一僵，脸上的怒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寂。朝堂上，他已经听了一早上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身为男儿的自尊心被踩了又踩。原以为到了侯府能清静，没想到至亲之人又给他这般捅刀子。柳青青感受到他投来的目光，慌忙解释：那些东西都是万和亭硬塞给我的，我根本推不掉啊！我硬塞？他把刀架你脖子上了，推不掉？敢问你是怎么推的？你怎么能如此看我？赵子昂吩咐小红：你去清点一下，夫人从锦衣王府拿了多少东西，首饰古董什么的原样退回，银钱铺面这些按市场价折算，一分不落的给人家还回去。不行，绝对不行，那些东西都是万和亭主动给我的，他怎么可能还会要回去？他怎么有脸？再说了，锦衣王富家大业大，哪里缺这点东西？我这般巴巴的还回去，反倒显得我们侯府小家子气，惹人笑话。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若没了这些，我在贵府圈还怎么混呢？你知道外头怎么传的吗？说你又穷又装又拿又要，说我又蠢又笨又矬又绿，连妻子的衣食住行都要靠其他男人的施舍。你瞅瞅我头上这顶帽子，是不是发着绿光呢？我堂堂宁远侯，
成了找也成人人唾弃的绿头龟，贩夫走卒见了我都是同情的眼神，你懂吗？柳青青的脸色瞬间惨白，就连一旁的宁远侯老夫人三人也吓得大气不敢出。赵子昂平日里瞧着风流不羁，可一旦真生气了，府里没人敢碰他的眉头。奴婢这就去，亲爹。赵子昂转头看向宁远侯老夫人，语气缓和了些许。母亲的诰命，我会想办法为您夺回。至于倩倩的婚事，傅家这般落井下石，咱们宁远侯府便与他们断了往来。我再为倩倩另择良婿。可是我……少说两句。二夫人对着老夫人使了个眼色，两人忙拽着倩倩退出了房间。赵子昂的目光在柳青青身上停留了一瞬，眼神复杂难辨，转身离开。怎么会这样？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我本该是众星捧月，一辈子荣华富贵的。窗子上那个贱人明明已经日夜受着折磨，我的运势为什么还会一落千丈？万鹤亭身边似乎有能让他神志保持清醒的物件。是天灵灵的声音。天灵灵，你这段时间去了哪里？你知道我被人欺负的有多惨吗？忙啊，公事繁忙啊。那边那妃子在爬宰相床的时候，恰好跟国师搞在了一块儿，然后您猜怎么着？跟大将军撞上了。然后我就处理那边的摊子了。宠妃、国师、大将军，果然，我就知道我还是太傻、太天真、太单纯了。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了？结果吧，就宰相跟大将军在国师的见证下立下的约定，两个人轮着来。至于国师的话呢，就直接住进了皇宫，这就叫向阳花木一逢春。天哪，我真是太单纯了。对了，那个，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到底什么东西让万鹤亭神志清醒的？我要怎样才能重新控制住他？这简单呀，那是我也不知道。不过4年前万鹤亭救你的时候，他的血滴在了一块金锁上，那个金锁应该还在你那儿吧？金锁，对，在哪儿来着？对，这个。那个宠妃连吃斋念佛的和尚都不放过。我先走了，有事留样，拜拜。拜。对，只要有这个金锁在，万鹤亭就永远别想挣脱我的掌控。这个字他念肉，跟我念肉，吃肉肉的肉。肉呢，它分很多种，比方说猪肉、牛肉、鸡肉。然后我的话，我就最喜欢吃鸡腿儿，尤其是那种裹了面糊糊、油炸的那种，你们都没见过。一天的课程又结束了，李太傅坐在椅子上，满脸生无可恋，只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反观一旁的穗穗，倒是教得兴致勃勃。就在这时，锦衣王府的管家走了进来。我说碧芳啊，我瞧着这气氛挺好的呀，小郡主尽肯沉下心听太傅讲课，难得。是小郡主每天都在认真督促太傅学习啊！咱们小郡主真是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呀。这会儿是不是已经下学了？小郡主啊，您都认识肉字儿了，您真是聪慧过人呐！想当年奴才3岁的时候，连一个字都不认识呢。小意思。管家爷爷，你找我有什么事呀？官家想念小郡主了，特意吩咐下来，请您明日进宫。原来端昌帝在查清楚柳青青的所作所为后，便对万鹤亭生起了愧疚。可万鹤亭却早已不把这个亲爹放在眼里了。无奈之下，端昌帝便想起了穗穗，既然无法弥补万鹤亭，那就好好补偿万穗穗吧。穗穗这2日没宿在王府，没再像往常那样半夜高歌。万鹤亭抓紧时间睡觉，精神不错，也没时间发疯。至于柳青青那桩麻烦，他不过略思一忖便有了对策，只需吩咐下去，自有人料理妥当。待他登上马车，却没见着穗穗的身影。人呢？还在李家。苍狼刚要去找，就见穗穗背着手，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走了过来。楚曦同学，方才给本座起了一个号。
叫完素居士。小字为完素，口齿自清丽，还挺适合你的。不过你这般称呼他，他竟没斥你无礼。训斥我？哼，你当人人都跟你这样胆大包天，不尊敬我吗？人家楚西同学就对本座就恭恭敬敬的，现在他已经是本座的二弟子了，是我的左膀右臂。万鹤亭一时有些发怔，这话是什么意思？李楚西竟被穗穗收服了。他先前想过种种可能，或许是穗穗被李楚西教化，又或是穗穗桀骜不驯，把李楚西气得无可奈何。万万没想到，万穗穗竟走出了第三条路，把李楚西同化。一时间竟不知道是同情李楚西，还是后悔自己把穗穗这祸害给送了出去。那颗几乎不存在的良心，竟破天荒地泛起了一丝微弱的刺痛。入宫之后，端昌帝还在早朝，皇后派人来请，万鹤亭便带着穗穗去了。哎，你干什么呢？人家都去上朝了，你干什么不去？本王不愿去。哎，你这倒霉孩子，不听话！人家上朝那是国家大事，他不是说你想旷就旷的。今日你旷，明日他旷，就这样下去，这个课还让我怎么不是？这个朝还让人家皇帝怎么上呢？今天我就不说你什么了，以后每天早上本座亲自送你上朝，你休想再逃。本座亲自送你上朝，你休想再逃。万鹤亭无语，穗穗啥时候变得这样正直了？果然，下一秒他便接道：“你这个孩子呀，还是太年轻了，你就不知道这个早朝人家都是结交同道，哎，组建人脉的好时候。你要是想退分，宫里耳目众多，你想还没成事就先掉脑袋。”原本已是怒气冲冲的穗穗瞬间冷静下来，看向万鹤亭的眼神里竟透着几分赞许与认可。万鹤亭松开手，忽然觉得哭笑不得。从前他连在端昌帝面前都敢说句取而代之的狂言，在宫里我行我素，是从什么时候起竟变得这般谨小慎微了？是因为穗穗，因为他那毫无顾忌的歹毒心思。他闭了闭眼，说出了曾经自己最嗤之以鼻的话：大逆不道之言，以后不许再提，有伤天道。哎，上不上天道你不用管，天道我熟啊，你怕什么？悄悄告诉你哦，其实我跟天道是一对双胞胎姐妹来着，我是姐姐，她是妹妹。这天大的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千万不可以外传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咱上面有人，你放心大胆的做，不用害怕。万鹤亭皱了皱眉，又展言：这个小东西一会儿口出狂妄之言，一会儿又神神叨叨，虽然有点神经，有点不靠谱，但是倒也有趣。像，实在太像了。长姐当年便是这般模样，所以是长姐回来见我了吗？长姐，你终于肯来见我了，我心里好苦。她是先陈皇后的亲妹妹，当年陈皇后难产离世，她长大后便毅然入宫，只会护住长姐留下的唯一血脉。此刻见到与姐姐容貌酷似的穗穗，多年来压抑在心底的悲苦瞬间决堤。长姐，万万想你，想得好苦啊。长姐，婉婉，乖乖，不哭不哭，呼噜呼噜毛吓不着，我在啊。别哭了，我还活着呢。你是活着，可也跟你半条命悬着差不多。太子母子心狠手辣，定要斩草除根才肯罢休。如今你有了穗穗，穗穗又这般得陛下喜爱，他们岂会善罢甘休？可恨本宫无用，连协理六宫的权力都没能拿回来，竟护不住你们。那协理六宫的权力在谁手里呀？在贵妃那儿。那个狐妹子最会迷惑陛下，害得本宫这个正宫皇后形同虚设，反倒要受她摆布，真是太过分了。哎，穗穗莫要动气，从前是本宫不愿与人争长短，
但如今有了你，本宫绝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坐以待毙。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为你博个好前程。不错嘛，都是有几分志气，再加上我稍微调教一下，肯定能成大器。没过多久，端昌帝下朝后便来到了凤仪宫，皇后连忙含笑上前迎接：“陛下散朝了。”哎呀，你看你嘴巴都干了，快喝口茶润润嗓子。端昌帝顺手接过，刚掀开茶盏想要饮用，一旁的春嬷嬷脸色骤变，猛地冲上前夺了茶盏。春嬷嬷没有多言，只默默将茶水里的茶倒入一旁的花盆中。只听呲啦一声响，原本还娇艳欲滴的牡丹顷刻间枯萎败落。啊，怎会如此？本宫分明将凤仪宫守得严严实实，连只飞虫都飞不进来，怎会有毒呢？端昌帝无语，万鹤亭也无语。春嬷嬷欲言又止，神色复杂，就连穗穗也收起了往日的嬉皮笑脸。婉婉呐，你有这份心意是好的，但就你这个状况吧，还是算了，你还是先别有新意了。谁能想到堂堂皇后竟能蠢到让毒药悄无声息凑到自己嘴边？便是心宽如穗穗，此刻也捏了把汗，倒不是担心皇后，而是怕端昌帝误会这是弑君之举。本座现在正是上升期，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来这一遭呀！万一婉婉被问罪，到头来还得本座舍下面子找大皇帝压这个事情。可接下来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预料。端昌帝脸上没有半分波澜，只接过春嬷嬷递来的新茶，动作熟稔的让人心头发酸。显然这种茶水惊魂的场面早已不是头一遭。穗穗表情变得复杂。这时端昌帝瞥见万鹤亭，忍不住呵斥：坐没坐相，你幼时学的仪态全都忘到九霄云外了。有娘生没娘教，向来如此。我那苦命的长姐啊，若她还在，鹤亭何至于这般呀？端昌帝沉默了许久，终究没再跟万鹤亭计较，转而问穗穗：听说你最近在跟李太傅读书，感觉如何呀？楚曦同学还是很努力的，挺不错。不过说到底，还是皇祖父教臣有方。你方才叫他什么？楚曦吗？那怎么啦？难道大皇帝也吃醋啦？那要不我以后叫他，叫什么呢？阿昌。端昌帝没接这个话茬，连忙转移话题，问了万鹤亭几句朝堂上的事儿，心里却在暗自感叹：吕太傅倒是随和，竟可让穗穗这般直呼其名，对这孩子当真是上心。或许是见皇帝对万鹤亭态度缓和，皇后也生出了自己也能争取的错觉。她抹了把眼泪，带着哭腔暗示：鹤亭这孩子命苦，臣妾又何尝不是？身为正宫皇后，却连六宫之事都不能插手，反倒要受一个妾室辖制，外头的都不知道怎么笑话臣妾呢，连带着鹤亭也被人戳脊梁骨，是臣妾这个姨母没用啊！穗穗嘴角控制不住的抽搐，她看着皇后一边哭一边偷偷用眼角瞟端昌帝，那眼神仿佛就在说：陛下总该听懂我的意思了吧？这哪是暗示，简直是把我要协理六宫之权刻在脸上了。知道用我父王当由头，倒算有点小聪明，可为啥不再聪明一点点，想想措辞呀？还有姨母，难不成这皇家的规矩还能跟着他姓啊？我活了这么多年，头一次见比我还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我要不要跟他断交呢？皇后见他脸色不对：穗穗这是怎么了？是糕点不合口？秋月去告诉膳房重新做几样来，务必让小郡主满意。赚了，白送上门的皇后不用白不用啊，不就是协理六宫之权吗？管他有没有脑子管，先抢过来再说。听说太子殿下喜欢吃这个
五谷轮回桶里面的东西，也不知道贵妃是不是也喜欢吃呢？皇祖父，你总不想让天下人都知道您的贵妃喜欢吃那种东西吧？端昌帝的脸唰的一下就绿了，他自然猜到太子八成是被人算计了。就算真有那癖好，也绝不会在别人家地盘上做出这种事儿。可知道和接受是两回事儿。这几日他连太子的面都不想见，一想到那张嘴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的。如今被穗穗这么一提醒，他更觉得膈应。穗穗见他神色松动，这个协理六宫之权呐，他本就应该归正宫所有啊。不过呢，婉婉出掌大权，肯定还有一些生疏的嘛。不过不用担心，我帮他，我跟他一块儿管，这样皇祖父总该放心了吧。一旁的万和庭端着茶盏的手顿了顿，却没开口。皇宫里的浑水就让他们自己去搅吧，反正跟他锦衣王府没关系。端昌帝对穗穗的印象还停留在3岁神童的滤镜里，再加上对陈皇后的怀念，略一思索便点了点头。行，太子偏帮宁远侯夫妇，本就该敲打敲打，收回贵妃的权利。哎，奴才这就去永安宫向贵妃传旨。端昌帝目光又落回穗穗身上。你总说本座，这称呼是谁教你的啊？你总说本座，这称呼是谁教你的啊？不用教呀，我一直都是这样说的呀。就是主要是因为我很厉害，我上面有人。我跟你说，我就是天道的双胞胎姐姐。什么？天道双胞胎姐姐？哎，低调低调，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起过，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呐。你这小娃娃真是有趣。好，我不告诉别人。哈哈哈哈！端昌帝只当是小孩子戏本上学来的话，朗声大笑。我们穗穗这么有本事，将来贺廷的爵位你也担的。万和庭的眼底闪过一丝意外，他倒没料到父皇会说出这样的话。可以，等我想要的时候，自然会跟您说的。到时候皇祖父可千万别舍不得哟。哈哈哈哈哈！端昌帝被哄得龙颜大悦，当即豪迈许诺。舍得，穗穗想要什么，皇祖父都舍得。在他看来，一个连他腰都够不着的奶娃娃能要什么贵重东西，只当是图个乐子。没一会儿，殿外传来太监的行礼声：“见过六殿下。”紧接着，一个少年大步走了进来，生得清俊异常，眉间带着一股温润气，虽年纪尚小，却已隐隐有了翩翩公子的气度。正是皇后的儿子六皇子万阙楼。万阙楼先向端昌帝和皇后行过礼，又规规矩矩回答了皇帝几个关于功课的问题，才被允许在一旁落座。哎，这个妹妹好生眼熟。你这孩子跟你哥一个模子，能不眼熟吗？万阙楼却没察觉，妹妹芳龄几何？从哪儿来？皇后这个大号算是废了，可这个小号看着倒还不错，说话有条有理，模样也不错。没大没小，这是你姨母的孙女儿。哦，原来是大皇兄的女儿。我说怎么看着面善？你就是穗穗吧？我早就想去找你玩了，只是功课太紧，一直没抽出空来。无妨，只要你有这份孝心就够了。孝，怎么感觉哪儿不对啊？不等他开口，穗穗已经拉着他走到垫脚，跟我说说你对万和庭是什么看法？万阙楼满脸困惑，却还是坦诚作答。他是我的大皇兄，也是唯一与我血脉相连的亲兄弟。母后自小便是这般教导他的。这皇宫之中，人人藏着算计，唯有大皇兄可以依靠。可他好像不待见你啊，你就没有其他想法吗？穗穗看得真切，万和庭对这个弟弟压根算不上温和，反倒是万阙楼总想黏近大皇兄，却又带着几分惬意。万阙楼的眼神果然暗淡下来，语气却依然倔强。大皇兄本就性情冷冽，我懂他的难处。那他对柳青青那样亲那百般讨好的模样，你就没见过？万阙楼抿抿唇，
情绪波动比先前明显了许多。穗穗见火候已到，趁热打铁：“你就真的甘心一直屈居人下？凭什么咱老黏着他呀？凭什么不是他来黏着你呢？啊？”万雀楼目光飘向他身后，刚要开口：“哎，你先别忙着拒绝本座呢，你好好想想，若是能将万鹤亭掌控在手中，让他反过来渴求你的垂怜，那该多痛快呀！同为嫡出皇子，你不过就是晚出生了几年，凭什么就要被他压得抬不起头呢？你怎么……你看他万鹤亭能跟太子在朝堂上分庭抗礼，而你却只能做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这样的日子，你真的能忍？反正我是忍不了。有了万雀楼这个选择，万鹤亭就不再是我唯一的筹码了。况且万鹤亭太过桀骜，太难驯服了。你看人家雀楼，虽然年纪小，意志呢也不是非常坚定，但是非常适合做傀儡呀。穗穗语气笃定，满是自信。怎么样？只要你跟本座合作，日后便能横行霸道，什么太子啦，什么万鹤亭啦，都不在话下，把他们通通踩到脚下。你放心，我上面有人。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其他人我都没有说过。什么秘密？天道是你妹，你是天道的姐，你俩双胞胎。穗穗浑身一僵，机械地转过头。天道好厉害！把本王踩在脚下，差点忘了，之前说要架空本王，才过几天就要脚踏本王了。万穗穗，你挺有本事啊。还有，你那个双胞胎的秘密跟几个人讲过了？穗穗索性也冷笑一声，毫不示弱。这个你不要管，反正就是上面有人罩着了呢。你以为人人都跟你这样扶不上墙呀？白费本座精心培养你。万雀楼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多了几分佩服。这妹妹敢这样跟凶悍的大皇兄叫板。万鹤亭正要再说些什么，春嬷嬷进来了。下毒的凶手有眉目了，他便暂时压下怒火，快步入内。端昌帝当即呵斥：“你在外头嚷什么？穗穗这么小，这么柔弱，这么可爱，你怎么对她这般粗鲁？温柔一点啊，一点当爹的样子都没有。”万鹤亭冷哼一声，并未理会。万雀楼在一旁面露同情：“柔弱可爱，父皇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口中的乖孩子，心里可是惦记着您的皇位呢。”但他和万鹤亭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